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姐厨房，我是刘姐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红烧带鱼好吃的做法，简单几步，带鱼肉嫩鲜香，五星味儿。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好久没吃鱼了，趁现在孩子放假都在家，孩子说想吃鱼，今天早上去市场上买了2条带鱼。买带鱼的时候，我们尽量选择新鲜的带鱼。新鲜的带鱼，用手摸一下鱼背，按压一下，像这样发硬，这样的带鱼就是新鲜的带鱼。第二就是看它的眼睛，带鱼的眼睛比较明亮，黑黄分明，这样的带鱼它就是新鲜的。如果眼睛发浊发红，那样的带鱼就不新鲜了。下面我们来处理一下带鱼。带鱼头上的肉很少，我们一般就不吃它，用刀将带鱼的头给它剁掉。再从鱼头这边用厨房剪将鱼肚子给它剪开，把里面的内脏和鱼腹两侧的黑膜给它去除干净，这个腥味特别的大，而且也发苦。中间的鱼骨血也给它去掉。带鱼的尾巴也是非常的细，没有多少肉，用厨房剪将它剪掉。再用厨房剪将鱼鳍给它剪掉，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将带鱼清洗干净。带鱼表面的鱼鳞要不要去掉？很多朋友都是选择不去掉，觉得有营养。我个人认为要去掉鱼鳞，不然烧出的带鱼汤汁浑浊，影响食欲。把带鱼的里里外外给它清洗干净，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再用刀在鱼背上打上花刀，这样烧出的带鱼会更加的入味儿。打好花刀后，再将它切成长段，大概在5-6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将它收入大碗中。下面我们来腌制一下带鱼，往里面加入姜丝、葱丝，再加入1大勺的料酒，1勺食盐，1勺胡椒粉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，多抓拌几下，这样去腥的效果会更好。抓匀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2块钱的五花肉，先把它切成薄片，再切条。用五花肉炖带鱼，肉质嫩，口感更香。切好后收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几个提前泡发好的香菇，把它切成薄片。加入香菇既能增加香味，又能提鲜。切好后将它收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切点配料，准备1段葱白，将它斜刀切片；1块生姜，将它切片；大蒜将它切片。切好后收入盘中备用。下面再准备一些大料：1个八角，1片白芷，1把花椒，再来几个干辣椒，把它们放入盘中备用。这会儿带鱼也腌好了，把带鱼挑出来，里面的葱姜就不要了。如果腌的带鱼水分多的话，我们用厨房纸巾将它擦拭一下，这样下一步沾粉的时候，带鱼不会沾的太多。擦干净水分后，将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盘面粉，最好用面粉，不要用玉米淀粉。把擦干水分的带鱼放在面粉中，两面都给它裹上面粉，这样给带鱼起到一层保护膜的作用，锁住带鱼的水分，这样吃起来口感鲜嫩又饱满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加入食用油，转动一下锅，把油烧热，润一下锅。烧至油冒青烟的时候，把热油倒出来，再加入凉油。锅润过之后，无论是炒肉、煎鱼都不会粘锅。再放入带鱼，用煎的方式煎带鱼，这样吃起来口感和味道都会更好一些，没有油炸的那么油腻。
而且还不浪费油。带鱼下入锅中，先不要翻动，带鱼定型后再转动一下锅，让带鱼受热均匀。一面煎至大约2分钟，煎至金黄，再给它翻面煎另一面。翻面继续煎2分钟，晃动一下锅，让带鱼受热均匀。一直把带鱼煎至两面金黄，像这样。把带鱼用筷子夹出来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经过煎制的带鱼，烧的时候不易碎，而且还更容易入味儿。煎鱼的油不用倒掉，直接放入我们切好的五花肉，小火煸炒，炒出香味儿。接着倒入葱姜蒜、大料，炒出香味儿。炒香后再倒入带鱼。接下来就是红烧带鱼好吃的3放。第1放是料酒，放入1勺料酒，给它去腥增香。盖上锅盖，让料酒的香味充分的渗透到带鱼里面。10秒钟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在第2放，放入半勺生抽酱油，提味提鲜。盖上盖子，继续焖10秒钟。10秒钟打开，我们再放第3放，半勺的陈醋从锅边喷入，盖上盖子，晃动一下锅，让陈醋的香味渗透到带鱼里面。10秒钟后，我们打开锅盖，再把切好的香菇放进来，转动一下锅，让香菇受热均匀。1分钟后再加入开水或者是鲜汤，水的量不要太多，刚好没过带鱼即可。再放入几块冰糖，提味提鲜，而且能够使烧出的带鱼颜色更加的鲜亮。少许的胡椒粉去腥，蚝油。如果颜色浅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老抽上色。晃动一下锅，让所有的调味混合均匀，这样味道就已经很香了。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炖15分钟。15分钟后，汤汁渐少，这个时候再开大火收汁，烧至汤汁粘稠，关火。汤汁不要收得太干了，用来泡饭、拌面都是非常香的。把带鱼盛入盘中，再把汤汁浇在带鱼上面，撒上葱花香菜点缀，美味继承。这样做出的带鱼色泽红亮，软嫩鲜香，味道不比饭店的差。做法简单家常，喜欢吃带鱼的朋友不妨试试这个做法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